在东汉王朝的暮色渐沉，天下将乱未乱之际，一位少年在汝南腹背的乡野间成长起来。这里是淮河北岸的土地，距离后来决定三国鼎立之势的赤壁战场尚有千里之遥，但时代的洪流早已悄然将他的命运与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紧密相连。他就是吕蒙。当时帝国的根基正在宦官与外戚的残酷争斗、黄巾起义的暗流涌动中不断松动。谁也不曾料到，这个出身卑微，后来需要南渡以寻求生路的少年，将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以其非凡的勇气、脱胎换骨般的勤学精神，以及鬼神莫测的谋略，成为江东政权中流砥柱的人物。他的一生始于乡野贫贱，成于江东军营的勤学蜕变，终于荆州城头的战略决胜。他以士别3日的成长，改写了三国的格局。约公元178年，吕蒙生于汝南郡腹背县，今安徽阜南吕家港。此时的东汉王朝早已病入膏肓，灵帝刘宏瞻于享乐，将朝堂大权拱手让给十常侍，宦官集团与外戚势力的斗争愈演愈烈，地方豪强兼并土地日益加剧，底层百姓在苛捐杂税与天灾人祸的双重压迫下苦不堪言。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汝南郡作为黄巾起义的重灾区之一，很快陷入战火之中。为躲避战乱，吕蒙随母亲南渡，辗转数千里后，终于在江东找到了时任孙策部将的姐夫邓当。这场艰难的投奔，不仅让吕蒙母子得以喘息，更让他与江东基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当时的孙策正凭借其父孙坚留下的部曲，在江东一带开疆拓土，但山岳不足的频繁起事，始终是他巩固统治的最大障碍。邓当常奉命率军征讨。大约15、16岁时，血气方刚的吕蒙不甘受困于贫贱无依的处境，竟偷偷混入姐夫的军队，随军作战。邓当发现后又惊又怒，厉声呵斥，却无法阻止这个倔强的少年。归来后便将此事告知了吕母。吕母震怒之下欲严加责罚，吕蒙却抬起头，眼神中满是与年龄不符的坚定。他对母亲说道：如今贫贱的日子实在难以维系，投身疆场或许能立下战功，唯有如此才能求得富贵。况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番效仿班超投笔从戎的豪言，让吕母既心疼又无奈，最终只得默许了他的选择。年少的勇敢往往带着未经打磨的棱角，也容易引来他人的嫉妒与轻视。当时邓当麾下有一名军吏，因自己多年征战却未得重用，见吕蒙年纪尚轻，却常得到邓当的暗中关照，心中十分不满，屡次在军中当众羞辱吕蒙，说他不过是依靠姐夫的关系混吃军粮，能有何能？不过是以命喂虎罢了。在一次次公开挑衅中，忍无可忍的吕蒙勃然大怒，拔刀斩杀了这名军吏。杀人之后，吕蒙深知闯下大祸，连夜逃到同乡郑长家中躲避。恰在此时，校尉袁雄奉命巡查军纪。袁雄和邓当为同僚，素来赏识吕蒙的勇气与胆识，此前曾多次在邓当面前称赞吕蒙有勇有谋。得知此事后，袁雄主动找到吕蒙，为他分析利弊。如今孙策将军广纳贤才，若你能主动自首，向将军说明情况，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若一味逃避，只会罪加一等。在袁雄的陪同下，吕蒙前往孙策的大营自首，袁雄则在一旁为吕蒙说情，详细讲述了军吏多次挑衅的经过，强调吕蒙是忍无可忍才失手杀人。随后孙策召见吕蒙时，见他虽年少
却气度不凡，面对自己的质问毫不畏惧，条理清晰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孙策心中暗暗称奇，他深知乱世之中需要的正是这种果敢勇猛的人才，于是不仅没有治吕蒙的罪，反而将他留在身边担任侍卫，让他跟随自己学习兵法与谋略。这也成为吕蒙军事生涯的真正起点。他在孙策身边耳濡目染，不仅学到了用兵之道，更见识了孙策如何招揽人才、治理地方，为他日后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奠定了基础。数年后，邓当在一次征讨山岳的战役中不幸中箭身亡，江东集团急需一名将领接替邓当的职位。此时的吕蒙已在孙策身边任职多年，多次随孙策出征，立下了不少战功。孙策见吕蒙治军严整，且此前多次随邓当征山岳有功，便任命吕蒙为别部司马，让他统领邓当的旧部。这意味着吕蒙从此拥有了独立统兵的权利，他的人生终于踏上了上升的阶梯。公元200年，江东集团遭遇重大变故，孙策在丹徒狩猎时遇刺身亡。年轻的孙权临危受命，接过兄长留下的基业，摆在他面前的首要难题，便是如何稳住人心，整合兵力，打造一支足以应对内外威胁的精锐之师。为实现这一目标，孙权决定对麾下统兵较少、功绩不显的年轻将领进行裁兵调整，将他们的部下划归给资深将领统领。吕蒙得知消息后，深知一旦自己的部队被合并，不仅会失去独立统兵的权利，更会从此失去出头之日。他不愿就此埋没，于是决定主动出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能力。当时江东军队的装备简陋，许多士兵甚至没有统一的军装，吕蒙便四处赊购物资，为部下赶制了统一的绛色军装与绑腿。绛色在当时象征着威严与勇气，常用于军队制服。吕蒙此举不仅提升了部队的士气，更展现了自己的治军理念。除了改善装备，吕蒙还亲自督促将士加紧操练，每天清晨便率领士兵在江边练习划船、射箭、格斗，夜晚则召集将领研究兵法战术。在吕蒙的严格训练下，他的部队战斗力显著提升，士兵们个个精神抖擞，技艺娴熟，军容焕然一新。孙权按照计划前来检阅部队，当他来到吕蒙的军营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大为震惊。只见吕蒙所部士兵排列整齐，军容统一，士兵们手持兵器，动作整齐划一，呐喊声震耳欲聋，陈列赫然，景象与其他将领松散的部队形成了鲜明对比。孙权见之大悦，非但没有削减其部，反而为其增兵。吕蒙凭借这次关键的自救，在孙权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公元204年，孙权在稳定内部统治后，决定对外用兵，首要目标便是盘踞江夏的黄祖。黄祖是刘表麾下的江夏太守，与江东集团有着血海深仇。在公元191年，孙坚率军攻打荆州时，黄祖在岘山设伏，将孙坚射死，从此孙黄两家结下死仇。孙策在世时曾多次率军攻打黄祖，却因各种原因未能将其消灭。孙权继位后，为报复仇，夺取江夏要地，再次率军讨伐黄祖。此次战役中，吕蒙随军出征，担任前锋将领。吴军凭借精良的水军，很快击破黄祖的水军，黄祖被迫退守江夏城。正当孙权准备下令攻城时，后方传来急报，丹阳、豫章、庐陵三郡的山岳突然起事，叛军人数多达数万，不仅袭扰郡县，还切断了吴军的粮道。
孙权深知山岳之乱若不及时平定，必将威胁江东腹地，于是只得下令撤兵回师平叛。吕蒙随孙权返回江东后，被派往山岳活动最频繁的豫章郡，至今江西南昌，与黄盖、韩当、周泰等将领共同镇守险要之地，并兼任地方县令。吕蒙与诸将遵照孙权的部署，各自以武力平定了本地区起事的山岳族人。孙权对吕蒙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他不仅勇武善战，更有治国之才，于是升任吕蒙为平北都尉，兼任广德县长。平北都尉虽只是武官职位，但广德县长的任命却意味着吕蒙开始参与地方治理，这为他日后全面执掌军政大权积累了经验。公元208年成为吕蒙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年，孙权采纳甘宁的建议，再次兴兵进攻宿敌黄祖，意图夺取江夏要地。黄祖得知吴军来攻后，在绵口布下重兵，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吴军。他下令将数十艘蒙冲战舰横列在江面，用大棕绳系上巨石作为船锚，将战舰固定在水面上，舰上配备了1000余名弓弩手，轮番向吴军射箭，密集的箭雨如乌云般笼罩江面。吴军的进攻屡屡受挫，多名将领中箭受伤，军队士气逐渐低落。危急时刻，孙权命董袭与司马灵统各率100名敢死队，身穿重铠，乘坐小船冲抵蒙冲舰旁。董袭手持大刀，奋力砍断棕绳，灵统则率部抵挡敌军的箭矢，掩护董袭行动。在敢死队的奋勇冲击下，黄祖的战舰防线终于崩溃，吴军趁机溯流而上，直逼江夏城。黄祖见防线被破，即派水军都督陈就率军反扑。陈就是黄祖麾下的头号猛将，曾多次击败江东军队，素有江夏战神之称。吕蒙深知陈就的厉害，主动请缨担任前锋，亲率精锐直冲敌阵。激战中，吕蒙身先士卒，勇不可当，在乱军之中亲自斩杀了黄祖的水军都督陈就。主将被阵斩，对于敌军士气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黄祖水军瞬间陷入混乱，土崩瓦解。吴军乘胜水陆并进，一举攻破峡口城。黄祖在仓皇逃亡中被骑士冯泽追上斩杀。此战，孙权终于报了杀父之仇，并占领了江夏大片地区，极大拓展了战略空间。在战后论功时特意强调，这次战事的成功起因于先击败了陈就。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吕蒙在战役中如同尖刀般的关键作用，正是他打开了胜利之门。孙权擢升他为横野中郎将，并赐钱1000万。吕蒙凭借此战以其赫赫军功，正式跻身江东核心乡领之列，成为了孙权赖以倚重的大将之一。就在同一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决定天下3分大事的赤壁之战爆发。曹操率20万大军南下，企图一举吞并江东与荆州。吕蒙作为江东重要将领，自然跟随周瑜、程普等参与了这场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经典战役。虽然在此战中，他的光芒被总指挥周瑜以及提出火攻关键的黄盖所掩盖，但亲身经历这场史诗般的决战，无疑极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让他对大规模军团作战、水陆协同以及对抗北方强敌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赤壁之战的胜利，让曹操一统天下的梦想彻底破灭，也让江东集团得以稳固在江南的统治。战后，曹操率残部北归，留征南将军曹仁、横野将军徐晃驻守江陵，
今湖北荆州，企图保留在荆州的据点，伺机南下。孙权为夺取江陵这一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命周瑜、程普统兵数万，与曹仁隔江相持。一场长达1年的江陵争夺战就此拉开序幕。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看似不大，却颇能体现吕蒙随着地位提升而逐渐变化的胸襟与远见的小事。当时，益州将领习素率部来降，周瑜上表孙权，建议将习素的部队划归吕蒙管辖，以增强其力量。这在外人看来是增强自己直属实力的好事，一般将领很难拒绝。然而，吕蒙却从更宏观的格局考虑问题。他极力称赞习素的胆识和其远道来头的诚心，认为应当增加其兵力，以示安抚和信任，而非剥夺其兵权，这样才能向天下人展示孙权的胸怀，吸引更多的人才来归附。孙权最终采纳了吕蒙的建议。这件事表明，此时的吕蒙已经开始超越单纯追求自身兵力增长的层面，具备了战略家应有的笼络人心、顾全大局、重视政治影响的眼光。不久后，周瑜为打破江陵战场的僵局，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先派甘宁率军袭取江陵上游的夷陵城，今湖北宜昌，对江陵形成侧背威胁，引诱曹仁分兵救援，再趁机攻打江陵。甘宁不负众望，率军日夜兼程，迅速攻占夷陵。曹仁得知夷陵失守后，果然大惊失色，夷陵若失，江陵的粮道将被切断，且吴军可从夷陵顺江而下，夹击江陵。于是曹仁立即分兵围攻夷陵，甘宁陷入重围，多次派人向周瑜求援。诸将得知后，均认为江陵前线兵力本就紧张，若分兵救援夷陵，江陵前线将更加空虚，曹仁很可能趁机发动进攻，因此反对分兵。周瑜也陷入两难境地，一时难以决断。就在此时，吕蒙站出来说道：夷陵若失，后果更为严重。甘宁将军忠勇过人，若我们见死不救，不仅会失去一员猛将，还会让全军将士心寒。以我之见，可留下凌统将军坚守江陵。凌将军素有勇名，且治军严谨，足以坚守10日。我与周将军、程将军率军驰援夷陵，以我军的战斗力，数日之内必可解围，不会影响大局。他不仅解决了主将分兵的后顾之忧，还进一步献策，劝周瑜派300人用木柴把本来险峻的山路截断，这样当敌人逃跑时，慌乱中必然弃马，我军就可获得他们的战马，增强自己的骑兵力量。周瑜依计而行，亲率主力驰援夷陵，大破曹军，果然所杀过半。曹军乘夜逃走，途经木柴堵塞的险路，骑兵无奈只能弃马图行。周瑜、吕蒙驱兵追赶截击，获得战马300匹，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也弥补了吴军骑兵不足的短板。夷陵之战胜利后，周瑜、吕蒙率军返回江陵，与凌统会合，随即对江陵发起总攻。此时的曹仁因分兵救援夷陵，兵力已大幅削弱，且士气低落，面对吴军的猛攻难以抵挡。与此同时，孙权为策应周瑜的攻势，亲自率军围攻合肥，今安徽合肥，牵制了曹操的援军。曹仁在坚守近1年后，因粮草耗尽，伤亡惨重，再也无力支撑，只得在夜间率军悄悄撤离江陵，退守荆州，至今湖北襄樊。周瑜率军进入江陵后，被孙权任命为南郡太守，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带。吕蒙因在江陵争夺战中立下大功，被升任为偏将军，兼任浔阳令。浔阳是江东通往荆州的战略要地，
孙权将此地交给吕蒙镇守，足见对他的信任。然而，吕蒙的传奇并不仅仅在于他累积的战功，真正让他完成从一名勇猛的战将到一位具备深邃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政治家蜕变的，是那个脍炙人口的孙权劝学的故事。随着官职越来越高，肩负的责任越来越重，孙权这位同样在不断成长的主公，敏锐地察觉到，吕蒙虽然作战勇猛，治军也颇有章法，但仅有吴勇和基层管理经验，是远远不足以担当方面大任，参与最高决策的。于是，在一次合适的时机，孙权语重心长地对吕蒙说：“青筋当涂长士，不可不学。”吕蒙起初还像许多行武出身的将领一样，以军中常苦多务为由推脱。对此，孙权并没有简单地用权势压人，而是循循善诱。他以自身为例，诚恳地说：“我难道是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学识渊博的博士吗？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往事罢了。你说你事务多，谁能比得上我呢？我常常读书，自认为大有裨益。”这番话既有作为主君的期望，又有作为榜样的引导，更指明了学习的目的在于涉猎见往事，即增长见识，学习历史经验，而非成为学究。孙权的话如同晨钟暮鼓，深深震撼并点醒了吕蒙。从此，这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将军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艰苦长征，发奋读书。军营之中，烛火之下，人们常常看到这位昔日可能只知舞刀弄枪的将军手不释卷，潜心研读。他所涉猎的想必包括《孙子兵法》、《左传》、《史记》、《汉书》等经世兵书。学习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战略眼光、政治智慧和人际交往能力。历史记载其就如不胜，意思是他的见识和学问，连那些好手穷经的老学者都自愧不如。这或许有夸张之处，但足以说明吕蒙的学习成效之显著。这是吕蒙人生中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知识改变命运，在他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吕蒙学识的增长，很快就在实际交往中得到了验证。公元210年，江东集团再次遭遇重大损失，南郡太守周瑜因病去世，鲁肃接替周瑜镇守路口，今湖北嘉鱼西南，统领周瑜的旧部。鲁肃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早年便向孙权提出了他上策，主张占据江东，夺取荆州，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为江东集团的发展制定了长远的战略规划。但鲁肃素来以儒将自居，注重礼仪和学识，起初因吕蒙出身行伍，学识浅薄而对他有所轻视，认为吕蒙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武夫。当时有人提醒鲁肃，吕将军功名日显，不可以故意待之，均宜顾之。鲁肃于是决定前往拜访。吕蒙得知鲁肃前来，十分高兴，特意设宴款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蒙突然问鲁肃：“您如今镇守路口，与关羽的防区相邻，关羽素来骁勇善战，且有扩张之心，一旦发生战事，您打算如何抵御关羽？”鲁肃没想到他会提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一时仓促之间只得回答：“届时根据实际情况见机行事即可。”吕蒙听后严肃地说：“如今孙刘虽为盟友，共同对抗曹操，但关羽为人刚而自矜，且荆州之地本就是主公的目标，双方的矛盾迟早会爆发。您作为镇守一方的大将，若不预先制定谋略，等到战事爆发时，必然会陷入被动。”接着他当场为鲁肃详尽分析了5种应对关羽的可能策略，
其分析之透彻，思虑之周密，令鲁肃大为震惊。鲁肃听后不由得离席而起，走到吕蒙身边，亲切地拍着他的背，由衷地赞叹道：“吕子明啊，我真没想到您的才能谋略竟达到了如此程度。以前我以为您只是一个勇武的将领，如今看来，您早已不是当初的无暇阿蒙了。”吕蒙笑着回应：“士别3日，当刮目相待。兄长知道这件事太晚了啊。”从此，鲁肃彻底改变了对吕蒙的看法，二人结为好友，交往甚密。这次刮目相看的会面极具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吕蒙已经彻底完成了从一介凭借勇力著称的武夫，到一位具备深邃战略眼光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华丽转身。他的才能得到了江东最高层智囊鲁肃的由衷认可和高度评价。吕蒙的学识增长和人格成熟，不仅体现在与鲁肃的对谈中，更深刻地渗透于他之后的治军理政与为人处事之中。当时他与程当、宋定、徐固3位将领的营地相邻，这3位将领不幸先后去世，而他们的子嗣尚且年幼，根本无法统领部众。按照常规做法，也是孙权最初的想法，是将这3部兵马合并到吕蒙麾下，以增强其力量。这无疑是对吕蒙能力和地位的极大信任与肯定，也是扩张自身实力的绝佳机会。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吕蒙却接连3次上书，坚决推辞。他陈情道：“徐固等人生前勤于职守，为国尽忠，他们的子弟虽然年幼，但不应因此而被剥夺继承和统领旧部的权利，否则会寒了将士们的心。”他不仅力保3将子弟的地位，还亲自为他们挑选老师，辅导他们成长，直至他们能胜任其职。这一举动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兼并思维，体现了他对袍泽情谊的珍视，对功臣之后的体恤，以及维护内部团结、凝聚军心的政治远见。此事传开，吕蒙在军中的威望不仅未减，反而大增，赢得了更广泛的尊敬，也进一步巩固了孙权对他忠诚与品格的绝对信任。随着曹操势力的不断南压，吕蒙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他的军事才能也在这些考验中愈发全面和精湛。公元213年正月，曹操亲率10万大军进攻孙权，大军进至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东南。濡须口是长江北岸的重要渡口，也是江东抵御曹操南下的重要防线。孙权得知曹操大军来犯后，立即统领7万部众赶赴濡须口，抵御曹操的进攻。吕蒙作为孙权麾下的重要将领，也随军出征。在这场决定江东生死存亡的防御战中，吕蒙多次献上奇迹，均收到实效。他尤其注重防御工事的建设，劝孙权在嘉水口建立船坞，即后世所称的濡须坞。这种依托水势建立的水上堡垒体系，配备强弩，对于依托长江天险的吴军来说意义非凡。它使得吴军水师有了一个可攻可守的坚固基地。在他的精心布防和指挥下，吴军阵营严整，防御严密。曹操遥望孙权军容，见其舟船器仗均无整肃，不禁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千古慨叹，最终无功而返。这次战役，吕蒙展现了他不仅善于进攻，同样精于防守和工程建设的全面军事才能。次年，吕蒙的战略眼光和决断力再次得到完美验证。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在宛城（今安徽潜山）地区大规模屯田，招募流民，耕种稻谷。吕蒙敏锐地意识到，宛县土地肥沃，一旦让曹军在此站稳脚跟，粮食连年丰收，
必将兵精粮足，成为插在江东身边的一把利剑，对江东构成长期且巨大的威胁。他力主趁其立足未稳，迅速攻取，以绝后患。孙权采纳其意，于当年5月，趁江水上涨，利于水军行动之机，亲征宛城。在讨论攻城策略的军事会议上，诸将多主张按部就班，修筑土山，添置攻城器械，准备打一场常规的攻坚战。吕蒙却力排众议，他指出，制造攻城设备和堆土成山需多日才能完工，到那时敌人城防已经巩固，合肥的援兵必定到来，我们将难以攻克。况且我军乘雨季水大而来，如果滞留日久，江水退去，我们回兵的道路都会变得困难，那将非常危险。现在看来，此城防御并不十分坚固，我军士气高昂，如果从四面同时猛攻，短时间内就能攻克，然后趁水势未退而回军，这才是万全之策。他提出了一个兵贵神速的急攻方案。孙权再次被他说服，采纳了这一更为冒险却也收益更大的策略。吕蒙进而推荐勇将甘宁为升成都，率领精锐士卒担任先锋，自己则亲自擂鼓助威。在吕蒙的激励和指挥下，吴军将士奋勇争先，仅一顿饭的功夫就攻破了宛城，擒获太守朱光，俘获人口数万。前来救援的曹魏大将张辽行军至嘉实，听闻宛城已失，只得退兵。此战从战略形势的判断到战术方案的制定，再到临阵的指挥与激励，吕蒙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仅迅速消除了一个近在咫尺的巨大威胁，更夺取了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和战略支点，极大地增强了孙权的实力和信心。孙权因此任命他为庐江太守，将所俘获的人马大都分给了他，并特赐他巡阳屯田600户，官属30人，以示殊宠。随后吕蒙又奉命迅速平定了庐陵地区的叛乱，其雷厉风行和善于治乱的才能显露无遗。孙权用治鸟雷百，不如一恶来赞誉他，可见其在孙权心中分量之重。然而吕蒙一生中最为人所瞩目，也是后世争议最大的手笔，无疑是与荆州关羽的最终较量。荆州地处天下之中，是三方势力争夺的核心焦点。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借得荆州，派关羽镇守，孙权屡次索要未果，双方矛盾日益尖锐，昔日脆弱的孙刘联盟已是名存实亡。公元215年，孙权曾派吕蒙率兵2万，攻取长沙、零陵、贵阳3郡。吕蒙展现其政治与军事相结合的手腕，率领大军出发后，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首先向长沙、贵阳、零陵3郡的太守发送檄文，陈述利害，劝他们投降。长沙太守韩玄和贵阳太守赵范深知吴军势大，自己难以抵挡，又得不到刘备的支援，于是在接到吕蒙的檄文后，便先后开城投降。吕蒙兵不血刃，便夺取了长沙、贵阳2郡，唯有零陵太守郝普坚守不降。此时刘备亲自率军5万从蜀中赶到公安，派关羽南下争夺3郡，形势骤然紧张。孙权见刘备和关羽前来，担心吕蒙在零陵城下久留会陷入不利境地，于是一面命令鲁肃在益阳抵御关羽，一面传递紧急文书给吕蒙，让他放弃零陵，立即回师增援鲁肃。然而吕蒙并未简单地执行命令，他巧妙地利用此前寻得的郝普就有邓玄之，精心设计了一场信息欺骗。他隐瞒了孙权撤军的命令，反而连夜调兵遣将，摆出强攻架势，然后让邓玄之去见郝普，散布虚假信息，
声称刘备在汉中受困，关羽在南郡被吴将孙圭击败，援军无望，零陵危在旦夕。郝普信以为真，在恐惧中开城投降。吕蒙兵补血刃，智取零陵，展现了其谋略运用之纯熟与心理把握之精准。虽然最终因曹操进攻汉中，刘备被迫求和，孙权以湘水为界，将零陵等地归还刘备，但吕蒙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的机智、果决与权变，给孙权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为他日后全盘策划荆州之战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关羽集团对江东的威胁以及其内部的弱点。公元215年，孙权在与刘备讲和后，转而率军进攻合肥，却遭遇了生平最惊险的失败。曹魏大将张辽率数千精兵突袭吴军，孙权猝不及防，在逍遥津陷入重围。吕蒙与甘宁、凌统等人拼死抵抗，在乱军之中掩护孙权突围。孙权策马越过逍遥津断桥，幸得贺齐率军接应，才侥幸脱险。此次战败让孙权更加重视军事防御，尤其对曹操的再次南征保持高度警惕。公元216年冬，魏王曹操在平定了北方的叛乱后，再次兴师伐吴，企图一举消灭江东集团。曹操率领大军进至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对江东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孙权得知曹操大军来犯后，立即采取防御措施，在濡须口筑城据守，以扼控濡须水与长江的交汇处，阻止曹军沿长江而下。同时，孙权任命吕蒙为都督，令其率军驻守濡须坞，今安徽省含山县东关镇，凭借以前所见的船坞，至强弩万张，以拒曹军。吕蒙接到任命后，立即率领大军赶赴濡须坞，加强防御。同时，吕蒙还在濡须水的两岸设置了大量的营寨，派重兵驻守，形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公元217年2月，曹军开始正式对濡须坞发起进攻。曹操亲自坐镇指挥，派大将分多路向濡须坞逼近。曹军士兵个个奋勇向前，向吴军的防线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箭雨如簧，喊杀声震天动地。吕蒙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亲自登上濡须坞的城头，指挥吴军进行防御。他下令士兵们用强弩向曹军射击，密集的箭矢如暴雨般射向曹军，曹军士兵纷纷倒地，进攻的势头受到了遏制。同时，吕蒙还派将领率领水军，从濡须水的侧翼发起进攻，袭击曹军的后方，打乱曹军的部署。在战斗中，吕蒙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他根据曹军的进攻态势，灵活调整防御策略。当曹军的前锋部队尚未安营扎寨时，吕蒙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亲自率领精锐士卒突然从城中杀出，对曹军的前锋部队发起了突袭。曹军的前锋部队毫无防备，在吴军的猛烈进攻下，很快便溃不成军，死伤惨重。此后，曹军多次发起进攻，但都被吕蒙、蒋钦等将领率领的吴军奋勇击退。吴军凭借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高昂的士气，在濡须坞坚守了1个多月。曹军始终未能攻破吴军的防线，反而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曹军的士气逐渐低落，士兵们疲惫不堪，而且军中开始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曹操见濡须坞久攻不下，深知继续进攻难以取胜，反而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恰在此时，孙权派都尉徐翔前往曹公营中请降，表示愿意向曹操称臣，与曹操讲和。曹操也审时度势，认为此时不宜与孙权继续交战，
于是接受了孙权的请降，下令撤军。3月，曹操率领大军撤回北方，濡须会战以吴军的胜利而告终。此战不仅保卫了江东的安全，也让曹操再次认识到了江东集团的实力，不敢再轻易对江东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后，孙权为了表彰吕蒙的功绩，任命他为左护军，并将他从偏将军升任为虎威将军。同时，孙权还任命荡寇将军、如须都蒋钦为右护军，让他们共同协助自己处理军政事务。同年冬，镇守路口的鲁肃因病去世，年仅46岁。鲁肃是江东集团的重要谋士和将领，他一生致力于维护孙刘联盟，为江东集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鲁肃去世后，孙权需要挑选一位合适的将领来接替鲁肃，镇守路口。路口是江东集团在荆州地区的重要军事据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不仅是抵御关羽的前线，也是江东集团与刘备集团进行外交和军事接触的重要窗口。因此，接替鲁肃镇守路口的将领，不仅需要具备卓越的军事才能，还需要具备出色的外交手腕和战略眼光。最终，孙权决定任命吕蒙为都督，代替鲁肃镇守路口。原来鲁肃所部的人马1万余人也全部归吕蒙指挥。同时，孙权还任命吕蒙为汉昌太守，增实4县。吕蒙接任都督，镇守路口后，他的辖区与关羽镇守的江陵毗邻，双方各守其土，表面上虽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但实际上却暗流涌动，矛盾重重。吕蒙深知关羽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而且有对外扩张的野心，加之江陵地处长江上游，对江东集团的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双方绝对不会长期相安无事。因此，吕蒙上任后，一方面积极加强边境的防御，训练士兵，修缮防御工事，做好随时应对战争的准备；另一方面，他也在暗中谋划，寻找夺取荆州的时机。其实，早在鲁肃在世时，关于如何对待关羽和荆州的问题，吕蒙就与鲁肃持有不同的见解。鲁肃等人认为，曹操雄踞北方，实力强大，是江东集团和刘备集团共同的敌人。当前战乱刚刚开始，孙刘两家应该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同仇敌忾，联合起来对抗曹操，不应该因为双方在荆州的利害争夺而影响大局，破坏孙刘联盟。但吕蒙却不认同鲁肃的观点，他认为关羽为人傲慢，反复无常，而且刘备集团的实力不断壮大，已经成为了江东集团的潜在威胁。如果继续纵容刘备集团占据荆州，等到刘备集团的实力足够强大时，必然会对江东集团发起进攻。因此，吕蒙曾多次向孙权献上陈密计。他对孙权说，若让孙角守南郡，潘璋驻白帝，蒋钦率机动部队沿江巡逻，我率军夺取襄阳，如此则可无需依赖关羽，制衡曹操。关羽反复无常，若不趁我军强盛时夺取荆州，日后必成大患。当孙权与他讨论是否可以先攻取徐州时，吕蒙冷静地分析了徐州的利弊。徐州虽易攻取，但地势平坦，即便暂时夺得，也会面临曹操骑兵主力的猛烈反扑，难以长期保有。相比之下，夺取荆州，全据长江天险，才是更稳妥、更具战略意义的选项。这一番透彻而富有远见的分析，最终彻底坚定了孙权夺取荆州、彻底解决关羽的决心。吕蒙正式镇守路口后，为了麻痹关羽，让关羽放松对江东集团的警惕，便对关羽加倍殷勤，广施恩义，经常派人给关羽送去礼物，
与关羽结下友好关系。关羽见吕蒙对自己如此友好，果然放松了警惕，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对江东集团的防御，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对付曹操的身上。历史性的机会终于在公元219年7月到来了。关羽率领大军北上，围攻魏国的襄阳、樊城。关羽此次北伐，旨在夺取襄阳、樊城，打开通往中原的道路，为刘备集团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奠定基础。就在关羽志得意满，将后方兵力大量调往前线，导致荆州防务空虚之时，一直在暗中窥伺等待时机的吕蒙看到了那稍纵即逝的战机。他立刻上书孙权，提出了那场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白衣渡江之计。他精准地分析了关羽的心态和部署。关羽留兵驻守，必是忌惮我袭击其后。我可谎称病重，回建业疗养。关羽得知后，必定会调走守军，增援樊城。届时我军溯江而上，趁虚袭取江陵，必能擒获关羽。孙权全力配合计划。上书后，吕蒙就声言病重，卧床不起。孙权则公开下达文书，召吕蒙回建业养病。关羽得知吕蒙病重回建业的消息后，果然中计，认为江东集团已经没有能力对自己的后方构成威胁，于是逐渐把江陵、公安等地的守备兵力调往樊城前线，加强对襄阳、樊城的进攻。同年冬10月，吕蒙奉孙权之诏返回建业，途经芜湖时，帐下右部都陆逊前来拜见。陆逊是江东集团的后起之秀，虽然年纪轻轻，但却极具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陆逊见到吕蒙后，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关羽和您的防区相邻，您现在却远远离开路口回建业养病，以后不会为此而担忧吗？吕蒙心中一惊，他没有想到陆逊竟然会看出自己的计谋，但为了不泄露军机，他还是故作谨慎地说：关羽骁勇善战，确实难以对付。陆逊听后恳切说道：关羽自负骁勇，欺压他人，围攻襄阳、樊城进展顺利，就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一心致力向北进攻，对我军未加怀疑。如今听说您病重，必然更无防备，如果我们能出其不意地对他发起进攻，就可以将他擒服。您见到主公后，应该妥善筹划此事，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吕蒙听完陆逊的话后，心中更加赞赏陆逊的才能，但表面上依旧不动声色，只是说道：关羽素来勇猛善战，我们很难与他为敌，况且他已占据荆州多年，在荆州广施恩德和信义，深得荆州百姓的拥护，再加上刚刚开始取得战功，胆略和气势更加旺盛，想要对付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虽然吕蒙在表面上没有认可陆逊的建议，但在内心深处，他已经将陆逊视为可以信赖的盟友。后来吕蒙拜见孙权时，孙权问他谁可以替他在路口指挥防备关羽。吕蒙毫不犹豫地推荐陆逊，并对孙权说：陆逊深谋远虑，能担重任，且名声未显，不会引起关羽警惕，让他驻守路口，可隐蔽锋芒，伺机而动。孙权非常信任吕蒙的判断，于是下令由陆逊代替吕蒙镇守路口，担任偏将军、右部都。陆逊来到路口后，采取了低调行事的策略。他首先写信给关羽，在信中极力称赞关羽的武功和德行，表达了自己对关羽的仰慕之情，同时表示自己年轻识浅，能力不足，希望能够与关羽保持友好的关系，绝不与关羽为敌。关羽看完陆逊的信后，更加大意，对江东集团的防备之心几乎完全消除，将更多的兵力调往樊城前线。在当年的8月，汉水流域曾因暴雨
导致汉水水位急剧上涨，洪水泛滥。当时关羽正在围攻樊城，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下令士兵乘船进攻曹军。曹军大将曹仁率领的守城部队被洪水围困，处境十分艰难。关羽率领的荆州军则借助水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很快便攻破了曹军的外围防线，擒获了曹魏的左将军于禁。于禁被迫投降关羽，其麾下的3万余名士兵也全部归降。关羽收降于禁的部队后，兵力大增，但同时也面临着粮草短缺的问题。为了解决粮草问题，关羽竟然不顾与江东集团的盟约，擅自取走了孙权储藏在襄关的米。襄关是江东集团在荆州地区的重要粮食储备基地，关羽擅自取走相关的米，不仅严重侵犯了江东集团的利益，也彻底激怒了孙权。孙权得知此事后，认为夺取荆州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于是决定立即派兵袭击关羽，夺取荆州。正式任命征虏将军孙角和吕蒙为左右2路军队的最高统帅，分别率领大军从不同方向进攻荆州。吕蒙得知孙权的这一决定后，立即向孙权进言，反对设立2路最高统帅。他对孙权说：昔日周瑜与程普同为都督，程普自是老将，与周瑜不和，险些败坏大事。如今若设双都督，恐生事端。若认为孙角可用，便任其为帅；若认为我可用，便由我统领。孙权听了吕蒙的话后，意识到自己的决定确实存在问题。随后，孙权正式任命吕蒙为左都督，率领大军为主力进攻荆州，任命孙角为右都督，率领部分军队作为后援，同时负责接应吕蒙的大军。同年11月，吕蒙率大军隐蔽进至浔阳，开始实施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经典的奇袭计划。他下令将大军中的精锐士卒全部埋伏在伪装的商船中，让将士们身穿白衣，化妆成商人，同时招募了一批当地的百姓摇橹划桨，充当船夫。这样一来，吴军的船队看起来就像一支普通的商船队，不易引起关羽守军的怀疑。一切准备就绪后，吕蒙率领这支伪装的商船队昼夜兼程，溯江疾驶，直向江陵进袭。在行驶过程中，吴军船队遇到了关羽设在长江沿岸的多处哨所。由于吴军将士都化妆成了商人，关羽的哨所守军没有产生任何怀疑，纷纷放行。吴军趁机将这些哨所的守军全部俘虏，切断了关羽与江陵之间的联系，使得江陵城内的守军无法得知吴军来袭的消息，陷入了完全的被动之中。江陵城内空虚，守军兵力薄弱，而且由于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守军对吴军的来袭一无所知，城内很快陷入了混乱之中。吕蒙率领大军顺利抵达江陵附近后，并没有立即发起进攻，而是首先采取了劝降的策略。他先让原骑都尉于藩写信给驻守公安的蜀将士人劝降。士人原本是关羽麾下的重要将领，负责镇守公安，但他与关羽之间存在矛盾。关羽为人傲慢，对士人等人态度十分苛刻，经常指责士人办事不力。士人心中早已对关羽不满，如今见吴军大兵压境，自己势单力薄，难以抵挡，又收到了于藩的劝降信，心中开始动摇。于藩见士人犹豫不决，又亲自来到公安城下，再次劝说士人投降。士人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最终决定开城投降，归顺孙权。士人投降后，吕蒙又让士人作为向导，率领吴军前往江陵，劝降守江陵的蜀南郡太守糜芳。糜芳是刘备的小舅子，
早年跟随刘备四处征战，深得刘备的信任，被任命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但糜芳与关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紧张。关羽北伐期间，曾命令糜芳负责供应粮草物资，但糜芳未能及时完成任务，关羽对此十分不满，曾扬言返回江陵后要严惩糜芳。糜芳因此一直心怀恐惧，担心自己会遭到关羽的报复。如今见吴军兵临城下，世人又已经投降，糜芳深知自己大势已去。如果继续坚守江陵，不仅难以抵挡吴军的进攻，而且即使关羽回师救援，自己也难逃惩罚。因此，在世人的劝说下，糜芳最终也决定献城出将，打开江陵城门，迎接吴军入城。就这样，吕蒙以最小的代价，一举夺回了蜀长期占据的荆州。而此时，刚愎自用的关羽对吕蒙的袭击行动竟还一无所知，仍然在全力围攻樊城。在南郡太守糜芳开城出将时，吕蒙十分高兴，在沙丘上设宴庆祝南郡投降。就在此时，于帆却提醒吕蒙说：“将军，江陵城中情况复杂，虽然糜芳已经投降，但城中还有很多人对刘备和关羽忠心耿耿，很可能会设有伏兵，等待我们入城后发起袭击。将军应当尽快入城，控制城池，稳定局势，以免发生意外。”吕蒙听了于帆的话后，幡然醒悟，意识到自己确实有些大意了。他立即下令大军迅速入城，控制了江陵城中的各个重要据点，并派人严密监视城中的动向。果然，城中一些忠于关羽的将领原本已经设好了伏兵，准备在吴军入城后发起突袭，但由于吕蒙及时采取了措施，控制了城池，这些人来不及设好埋伏，就被吴军发现并制服了。一场潜在的危机就这样被化解了。入城之后，吕蒙展现出了卓越的安民手段和政治智慧，这与他早年的纯军事将领形象判若两人。他深知夺取地盘易，收服人心难。他立刻严明军纪，下令军中不得骚扰百姓，不得擅入民家有所索取，违令者斩。当时他的一个同乡军士拿了百姓家的一个斗笠来覆盖官府的铠甲，吕蒙认为，虽然铠甲是公物，但擅取民家斗笠仍是触犯了不得取民遗物的军令，流着泪将其斩首。于是军中阵吏真正做到道不拾遗。他将关羽及其部下将士的家属全部抓获，但并未虐待，而是厚加抚慰，下令不得骚扰。他派人早晚慰问城中长者，关心他们的生活，对于生病的人给予医药，饥寒的人赐予衣粮。关于府库中的财宝物资，他下令全部封存，等待孙权处理，自己分毫不取。当关羽在樊城前线得知江陵失守，慌忙撤军，途中数次派使者回江陵探听情况时，吕蒙并不阻拦，反而热情款待，并让使者自由地在城中活动，甚至到被俘的蜀军将士家中去探望。这些家属纷纷向使者诉说吴军的忧抚之情，有的还托使者带信给前线的亲人。使者回到关羽军中，将士们得知家中平安，且所受待遇比平时还好，顿时军心涣散，斗志全无，纷纷逃亡。关羽军队就此土崩瓦解。最终众叛亲离，进退失据的关羽在12月被潘璋部将马忠擒获于临掬，随后被孙权下令处死，一代名将就此陨落。关羽被杀后，孙权占据了荆州的全部地区，实现了江东集团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而吕蒙作为夺取荆州战役的主要指挥官，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过人的谋略，为江东集团立下了不世之功，
成为了江东集团的功臣，达到了他个人军事和政治生涯的顶峰。夺取荆州战役的胜利，不仅让江东集团的领土面积得到了大幅扩大，实力也得到了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江东集团从此占据了全部长江流域，凭借着长江天险，形成了与曹魏、蜀汉三足鼎立的局面。而吕蒙也因为在这场战役中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孙权的高度赞誉和奖赏。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禅陵侯，赐钱1亿，黄金500斤。面对孙权的奖赏，吕蒙却多次上书推辞。他说：“夺取荆州并非我一人之功，而是全军将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主公您英明决策的结果。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实在不敢独自接受如此丰厚的奖赏。希望主公能够将这些奖赏分给全军将士，以激励他们日后更加奋勇杀敌。”孙权见吕蒙如此谦虚，更加赏识他的为人，于是没有同意他的推辞，坚持要将奖赏赐予他。吕蒙见孙权态度坚决，只得接受了奖赏。然而天不假年，就在功成名就、如日中天之时，吕蒙却突然一病不起。后世史家或推测与建安24年末流行的大瘟疫有关，或认为是他常年征战，殚精竭虑导致积劳成疾。孙权对此极为关切，将他接入自己在公安的内殿，想尽一切办法救治，悬赏千金寻求名医。他每每看到吕蒙能进食，则喜形于色，对左右谈笑风生；看到吕蒙不能进食，则长吁短叹，夜不能寐。为了能随时了解情况，又不打扰吕蒙休息，他甚至在墙壁上凿洞观察。这种超越一般君臣，近乎父子兄弟的情谊，令人动容。然而，尽管孙权倾尽全力，终究回天乏术。吕蒙最终在孙权的内殿中去世，年仅42岁。他临终前，头脑依然清醒，向孙权推荐了为人胆守有余的朱然接替自己镇守江陵，并留下遗言，要求丧事从简，将自己生前所受的所有金银财宝和各种赏赐尽数归还公家。其清廉自律、忠公体国之心，至死未改。孙权的悲痛难以言表，为之缩时减眠，后代其子吕霸。吕蒙的一生，从淮河之滨的行伍少年，到威震荆襄的方面统帅，从吴下阿蒙到国之栋梁，画上了一个令人扼腕叹息却又无比辉煌的句号。当我们穿透三国的烽烟，重新审视吕蒙的一生，会发现他绝非传统意义上完美英雄的模板。他没有与生俱来的世家光环，没有贯穿始终的道德洁癖，甚至他最耀眼的功业，至今仍缠绕着被蒙的争议。但恰恰是这种不完美，让他成为汉末乱世最鲜活的生存样本。他的成长是底层人在动荡中突破命运桎梏的奋斗史，他的蜕变是知识重塑认知、改变格局的典范，他的抉择是乱世中忠诚与利益、局部与全局的艰难博弈。读懂吕蒙，不仅是读懂一位名将的功业，更是读懂那个英雄与困境共生的时代，读懂个人在历史洪流中如何以自觉与坚韧走出属于自己的坐标。从生存者到战略家，吕蒙的成长轨迹颠覆了英雄天生的叙事。他的起点是汉末底层最真实的困顿，汝南战乱中随母南逃，靠姐夫邓当的庇护才得以跻身行伍。初入军营时，因年少粗猛被击为吴下阿蒙，连鲁肃出剑时都以上轻之，即便因杀贼有功崭露头角，也仍被视作只懂拼杀的武夫。真正改写他命运的，不是侥幸的战功，
而是孙权劝学后那股笃志不倦的狠劲。当其他将领在军营中宴饮作乐时，他在灯下肯读《孙子左传》；当同僚满足于一城一池的得失时，他开始思考江东如何在曹刘夹缝中全据长江；当关羽坐拥荆州，威震华夏时，他能隐忍数年，暗中布防，最终以白衣渡江完成战略奇袭。这种知不足而奋进的自觉，让他从为生存而战的草莽蜕变为全局而谋的帅才。他与鲁肃非父无暇阿蒙的对话，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有用的证明，而是一个人突破认知局限，重构自我价值的宣言。在任何时代，这种不甘平庸、主动求变的精神，都是突破阶层壁垒、实现自我超越的核心力量。在军事才能的维度上，吕蒙是三国时期务实型军事智慧的极致体现。他不似诸葛亮那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浪漫化形象，也不似吕布那般勇冠三军、却无谋略的单一化特质，而是将战术执行力与战略洞察力、军事打击与人心治理完美融合。宛城之战，他拒绝筑土山、造工具的常规思路，算准久围则敌方援军至的有利时机，以一顿饭破城的闪电战，展现出不循旧例、直指要害的战术魄力。如须之战，他力排沿江布防的保守方案，主张修建偃月坞，用强弩万张、船坞隐蔽的防御体系，让曹操发出了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慨叹，体现出攻防兼备、未雨绸缪的战略远见。而袭取荆州一役，更是将隐蔽行军、心理瓦解、战后安抚融为一体的教科书级操作。他以白衣渡江麻痹关羽守军，用善待敌眷、封存府库瓦解荆州人心，靠严明军纪、开仓放粮稳定新占领区，将军事胜利的硬实力与治理人心的软实力结合到极致。更难得的是，他始终懂得军事服务于政治，不夺习宿兵权是为了招贤纳士、树立信誉，不与孙剿并都是为了避免内耗、将帅和睦，推荐陆逊是为了江东长治久安、后继有人。这种不只为打赢眼前的仗，更为守住长远的局的格局，让他超越了许多只懂杀伐的名将，成为兼具军事家与政治家素养的人才。人格层面的动态成长，让吕蒙的形象更显真实立体。早年的他有受辱杀戮的暴烈，带着未经雕琢的棱角；中年的他逐渐沉淀出顾全大局的沉稳。当周瑜提议分夺习宿兵权时，他能放下扩充兵力的诱惑，为江东长远利益据理力争。当孙权欲让他与孙剿分掌兵权时，他能以周瑜、程普不和的前车之鉴，主动退让以避内耗。晚年的他更显清廉忠诚的底色，临终前归还所有赏赐，要求丧事勿约，不得奢侈，将毕生所得悉数归还国家，用行动证明自己非为功名利禄而来。孙权对他穿壁沾枝的关切，并非单纯的君臣情谊，更是对一个能力卓绝而心性纯粹者的珍视。在尔虞我诈的三国官场，吕蒙的刚而不傲、攻而不骄，恰如浊流中的清流。他的人格成长印证了环境可以塑造人，而自觉可以重塑人的真理。早年的暴烈是乱世的烙印，而后来的沉稳与仁厚，则是学识与责任赋予他的蜕变。关于袭取荆州的历史争议，恰恰是吕蒙形象最具深度的部分，也是理解三国博弈本质的关键。站在孙吴的立场，这无疑是战略全胜。他实现了全据长江的夙愿，将荆州从蜀汉前沿变为东吴腹地，使江东的战略纵深扩大1倍，彻底摆脱了上游受制于人的困境，为孙权称帝奠定了版图基础。
但站在三国全局的视角，这又确实是联盟裂痕的开端。它让孙刘从抗曹盟友变为死敌，引发夷陵之战的相互消耗，客观上削弱了南方政权对抗曹魏的合力，为日后晋灭吴蜀埋下伏笔。这种局部正确与全局影响的矛盾，恰恰揭示了乱世博弈的本质。在生存优先的法则下，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相对的利益；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需求。吕蒙作为孙权的臣子，他的职责是为江东谋，而非为天下谋。他以超凡的智慧和执行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却也在历史的天平上留下了一道永远无法平衡的刻度。这种遗憾中的完美，让他的形象更显真实，而非被神化的道德符号，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往往是时代局限与个人忠诚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简单的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回望三国群星，吕蒙或许不是最耀眼的那一个，他没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光环，没有关羽义薄云天，威震华夏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曹操横槊赋诗，志在天下的文人气质。但他却是最贴近普通人奋斗的那一个。他从底层走来，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他承认自己的不足，用学习填补认知的鸿沟。他在复杂的局势中始终坚守为所事者尽忠的本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所谓英雄，未必是天生的奇才，也可以视之不足而奋进的普通人；所谓功业，未必是改变天下的宏图，也可以是做好当下每一件事的坚持。如今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典故早已融入文化血脉，成为激励人们突破自我的精神符号。而他指挥的荆州之战，仍在军事史、战略史的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吕蒙的生命虽定格在42岁的巅峰时刻，但他用一生书写的进取精神与务实智慧，却如同长江之水，跨越千年，仍在滋养着每一个渴望成长、追求卓越的心灵。他或许不是三国最完美的英雄，但却是最值得普通人效法的奋斗者。他在乱世中走出的自我超越之路，及其所代表的进取精神与务实智慧，正是吕蒙留给后世最珍贵的遗产，为每一个不甘平庸的灵魂树立了永恒的精神坐标。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